我江氏集团大小姐，今天和我家司机领证了。顾婷，你怎么在我床上？什么情况？江城，你怎么和我们家司机搞在一起啊？你这个逆女呀！明天你就要跟顾氏集团的顾少爷订婚，今天做出这等下贱的事情，让我怎么跟顾家交代？订婚的事儿就让圆圆去吧，像她这种订婚前夕偷情的女人，没人敢娶啊！我敢娶。走吧，回家。回哪个家？我已经嫁给他了，确实应该跟他回家。先回张家吧。好的，大小姐。你先上车吧，我接个电话。总裁，城东工程价值200亿的项目需要您回来主持大局。我现在是江家司机，以后项目案子由方如全权代理，没事别给我打电话。真的是太好了！你们这是做什么？谁让你们动我东西的？大小姐，是夫人吩咐把你的行李收拾好丢了。徐秀婉，没大没小的东西，敢直呼我的名字，看什么？你爸说了，你已经嫁人了，以后没资格住在江家。不可能！怎么不可能？这可是你爸亲口说的，而且你已经被董事会踢出局了，股份都转到了你妹妹名下。这是我妈留给我的股份，你们凭什么转到江源名下了？订婚前偷情，严重影响公司名誉。董事会不把你踢出局，难道把你供起来吗？昨晚是你们算计我，这不为了我妈留给我的股份。不止呢，我还要顾方石，能嫁给他的人只能是我。你敢动他？你敢动他？明明只是一个司机，怎么这么有气势？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看门狗啊！一个破司机，还真把自己当江家的姑爷了。江源，你嘴这么臭，是用马桶圈刷过了吗？你什么你？再怎么样，我也是江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顾婷是我丈夫，也就是江家姑爷。你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女，有什么资格订婚？我会让他们欺负你的。第一次被人搞事，有意思。既然你们这么恩爱，那感情好，都从江家滚出去！走着走，跟你们这种人在同一屋檐下，我呼吸都觉得恶心。你们走。现在江城那个蠢货被赶出去了，以后啊，嫁进顾家的人就是你啦。最近这段时间啊，你要常和顾方池联系，培养感情。我已经联系上方池哥哥了。不错，我宝贝女儿这么优秀，真搞不懂那个顾少怎么就看上江城那个蠢货。放心吧，妈，没有一个男人会娶一个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女人。怎么了？大小姐还舍不得这里？我妈走了以后，这里早就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没关系，以后你还有我。对，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走吧，回家。回家？对啊，你没有房子吗？顾婷之前在我家当司机，应该还没有房子吧？你以前住宿舍对吧？我还有钱，咱们可以先租一套住宅。我有房子，不过确定你要跟我住在一起？你是我丈夫，难不成你要跟我分居？走吧，回家。于南，帮我准备一套老小区房子，地址发我手机上。顾婷，你放心吧，既然已经嫁给你了，住什么样的房子我都愿意。怎么样，能接受吗？脏点乱点而已，打扫一下应该还能住人的。啊，顾婷，怎么有这么大的虫子呀？怎么，大小姐怕了？这种东西谁不怕呀？那咱们走吧。去干嘛？看房啊。想什么呢？不可能。哎呀，我这是怕大小姐在这住不习惯嘛。不去，我今天哪儿也不去，我今天就住这儿了。既然你都能住，我有什么不能住的？以后这就是咱们家了，总不能天天去酒店吧？还愣着干什么？收拾呀！这么脏乱差，我可不住。完成。
听我爸说，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现在又一个人来进城长大，太可怜了。我以后可得对他好点儿。下吧。跟我走。顾方池，你干什么？你弄疼我了，放开！江夏，你们张家什么意思？跟我联姻的明明是你，为什么变成了江源？顾方池好像还不知道这件事，难道爸爸为了保全公司名声，把热搜撤了？你一直寻找你母亲的线索，也不用亲自潜伏在江家干司机呀。我和方如都快忙昏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方如还一直等着你呢。顾少爷，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就听家里的吧。对不起。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我？哎，那不你大侄子郭方池吗？因为他女朋友啊。废话真多，开车吃炸药了你。顾婷，你做饭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吃多了。哎，不用动，我来洗就行。你今天去哪儿了？我今天去公司上班，然后去买了些菜。如果你对这婚姻不满意，或者有喜欢的人，我可以配合你离婚。如果你对这婚姻不满意，或者有喜欢的人，我可以配合你离婚。你为什么说这种话？你怎么哭了？妈妈把我赶出家门，连你也不要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所有人都不要我了。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你有喜欢的人，我可以配合你离婚。我怎么会不要你？你那么善良。 이토록 찬란한 곳을 작은 숨결로 단 사람 겁없이 나를 불러준 사람 我没有喜欢的人，我对这段婚姻挺满意的。顾婷，你真的想跟我离婚吗？刚完的新家，会是谁来了？江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找人查一下很难吗？这种下贱人住的地方，亏你也能住得下去。不过嫁给司机，一辈子也只能住在这儿了吧？你要是没什么事，就请回吧，别在这儿找不痛快。要不是爷爷的生日夜一定要你到场，我才不会来这种鬼地方，晦气。爷爷生日，你那个穷鬼老公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吧？出去，我不欢迎你。程程，那你要回去吗？爷爷很宠我，可是我没有钱给爷爷准备礼物。你只要开开心心的陪你爷爷过生日，剩下的交给我。真的吗？我是你老公，难道你还信不过我？江城，你还敢来？我自己家有什么不敢的？你订婚的时候就和别的男人混在一起，嫁给我们司机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被江家赶出家门，还有脸回来？张远，我今天是为了爷爷生日来的。我说的可是句句属实。你看你嫁给这种废物东西，连件像样的礼服都买不起。爷爷生日，你这个废物连贺礼都没摆过。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礼服？你买得起贺礼，怎么没见你拎在手上呢？时间还没到而已。别找借口了，谁不知道你就是个破司机？在我们江家这种地儿，别人送礼少说都是几十万打底，就凭你一辈子也赚不到那么多钱。江城，你就只配嫁给这种废物。不用跟他吵。也不知道方池哥哥怎么死心塌地的喜欢这个贱人。又不是送的。装什么？你一个月就6000块钱的死工资，现在你被开了，连6000块钱都没有了，拿不出贺礼，就别硬装自己是什么大款了。顾婷是没钱，但她品行端正，不偷不抢。倒是你们用卑劣的手段夺走我的股份，还试图侵占我妈的遗产，真是可耻。原来最近江氏股东变动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都是女儿，怎么差别这么大？而且这个江源啊，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女。怎么了？
我看你今天呐，就是存心来捣乱的。现在带着顾婷给我滚！爸，别叫我爸，我没你这种订婚前偷情的女儿。来人，把他们赶出去！谁敢？谁敢赶我的宝贝孙女走？爷爷，乖孙女，爷爷在这里，就没有谁敢欺负你。老爷子，谁让你叫我老爷子的？臭小子，你都和我孙女结婚了，是不是该改口了？爷爷，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女儿，你可要对她好哦。爷爷你放心，我会对程程好的。爸，你可别被顾婷给骗了，她一个月才6000块钱的工资，能给江城什么呀？是啊，爷爷，你看这两个人连贺礼都不带，像什么样子？说这些话做什么？又不是非要这份贺礼不可。爷爷，话是这么说，但是您想，您孙女和孙女婿第一次来参加您的生日，总归会被别人笑话的。江家大小姐竟然嫁了个窝囊废，将来一子大寿，连个像样的礼物都拿不出。就是实际能有什么出息？江城这辈子对，闭嘴！顾婷，你别听他们乱说。没事。对不起，爷爷，下次我再带顾婷来拜访您。咱们走吧。老爷子，林月阁的人来。林月阁主可是锦城最大的珠宝店，只有黑卡用户才能在这里消费。什么亲戚出手这么阔？张老爷，这是精心为您准备的贺礼，请您验收。这可是上好的玛瑙手串，不知道这份礼物是谁送的？不知道这份礼物是谁送的？江小姐，江小姐是哪位江小姐？能在林月阁定制珠宝的，当然是我们家圆圆啦。为了爷爷的生日，准备了这么贵重的礼物，爸爸很骄傲啊！只要能让爷爷开心，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江城跟顾婷那个废物司机不可能认识林月阁的人，这个功劳我先认下了。江二小姐，这副玛瑙手串是你定制的吗？难不成还是你定制的？这副玛瑙制品确实是我以江城的名义定制。顾婷，不是咱的，咱不认。其实没有给爷爷准备礼物，他也不会生气的。咱们走吧。放心吧。我看你呀，你是想钱想疯了，居然还冒名顶替我们家圆圆。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让林月阁的人验明身份。不知哪位江小姐可以出示您的黑卡，验明会员身份？怎么，江二小姐是不敢？黑卡谁会随身携带呀？难不成你以江城的名义定制的黑卡，还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吗？黑卡，我当然有。顾婷，我看你是真够不要脸的，居然拿一张假的黑卡来冒充我们家圆圆。既然你这么想抢功劳，那我就让给你好了，何必闹成这样，让大家都难堪呢？这张黑卡是真的，但的确不是我的，还算你有自知之明。黑卡是我向别人借的，不过这礼品确实是我定制的。偌大的一个锦城，能持有黑卡的人就那么几个。你说你是借的，说说看，向谁借的？江玉楠。江玉楠和顾婷的身份天差地别，他们两个怎么会认识啊？顾婷，你说谎话是张口就来呀。江玉楠是谁呀？LM 集团的总裁，能认识你？是真是假，我可以让江总过来当面跟你对质。谁啊？是我，顾婷。大老板，你不是忙着当你的司机吗？有什么吩咐啊？你现在马上到江家来一趟。你以为你是谁呀？啊，给江总打电话，别以为找个人随便冒充一下，以为我们就会相信吗？爸，他就是个废物玩意儿，怎么可能认识江总？我看还是老老实实的躲起来吧。
少在这里丢人现眼。顾婷，算了，我们走吧。江玉楠那样身份的人，我们怎么认识啊？没事的。这么久了还没来，爷爷，要是江玉楠还没有来，我就把这2个扰乱您寿宴的人给轰出去。如果江玉楠来了，证明黑卡是他给你自己打你自己3巴掌。另外，给我夫人道歉。我就不信顾婷这废物司机能认识江玉楠。听说这里有人冒用我的黑卡。听说这里有人冒用我的黑卡。江总，我家司机顾婷呐，不仅冒用你的黑卡，还敢说是您借给他的。江总，我那个好姐姐可是顾家大少爷顾方池的前未婚妻，结果出轨了这个破司机。不是，我是被你们陷害的。出轨了破司机，江城，有意思。那你们知道顾婷跟我是什么关系吗？顾婷是我大学同学，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帮过我。顾婷真的和江玉楠认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区区一张黑卡还不足以弥补他对我的恩情。至于什么顾家，我压根儿不放在眼里。江二小姐，冒用我的黑卡，你想过后果吗？江总啊，我们圆圆肯定是搞错了，这就是个误会，请您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刚才你们一口咬定手串是江源订的，现在一句误会就能没事了？江总啊，对不起啊。江太太，这话你还是给顾婷说，她要是肯不去计较，我自然也能放过你。江二小姐，别忘了刚才你答应的。江源，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道歉呀！凭什么要我道歉？我死都不会给这个废物道歉。闭嘴！让你道歉是江总给你机会，说话注意点。爸，你凭什么打我？要是这个事儿牵连到我们江家，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顾婷，麻烦你跟江总说一声，不好意思，刚才的事是我不对。还不够。你刚才自己答应的，不仅要道歉，还要打自己3巴掌，忘了吗？对不起，对不起，这还差，对不起。江城，你给我等着！顾婷，你认识江总，也不早点说啊！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啊，改天呢多谈谈合作的项目啊。是啊，你看你都娶了江城了，那就算是半个江家人了，不会再计较刚才那点小事吧？我自然是不会计较，不过一切得要看我老婆大人的意思。今天算你运气好，什么好得意的？够了！今天的事还不嫌丢人吗？看看你交的什么好女儿，好的不学，净学着偷东西，像个什么样子？爷爷，对不起，都怪我搞砸了你的生日宴，下次我再带顾婷来看你。乖孙女，你能回来，爷爷已经很开心了。没事的，那咱们走吧。要不要本大爷送你们回家？不用，走开。顾婷，我们惹不起他，咱们还是对他客气一点吧。小嫂子说的对，听到没？对本大爷客气点儿。江总，今天麻烦你了，改天来我们家做客，我跟顾婷招待你。大老板招待我还想多回几年。小嫂子客气了，你在外面上班，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顾婷，今天借着江总的事出气实在太爽了。那大小姐开心吗？开心。不过江总那2句话什么意思？听过来怪怪的。他的意思是啊，以后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他帮忙。那不可以再找他帮忙了。虽然你们是朋友，但是人情欠多了是要还的。没关系，以后我靠自己。有志气。那当然。洗澡去了。去吧。最近我不在公司，你们就这种工作态度，连份季度报告都没有，公司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你不在公司都快垮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快！顾婷，你从我家辞职之后找了什么工作呀？我看你天天都在电脑面前。
讲师。你们这个职业也有技术培训讲师了？对啊，我怎么没听说过？顾婷，最近电信诈骗多，你别被骗了。放心吧，我比较聪明，不会的。那你过来帮我吹头发吧。好，来了。这顾婷是谁？该不会是顾总和女人之间的小情趣吧？还有他说的什么开这个技术交流协会，我都听不懂。关键是顾总他还要承认呢。不该打听的别乱打听啊。顾婷，我最近项目拿了奖金，放假请你吃饭。好的，大小姐。你已经跟我结婚了，为什么还要叫我大小姐啊？好，程程。想吃什么随便点。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我先去接个电话，等我，很快回来。好。江城，你怎么在这里？出门吃个饭都能看见你，真他妈晦气！好巧，我也觉得晦气。要不你换个地方吃饭吧，以免污染这里的空气，影响其他顾客吃饭。你什么意思？意思是你很臭。贱人，别以为认识几个人物就了不起。说白了，你那个老公就是个扶不上墙的司机。对，你干什么？方池，他先骂我的。你不挑衅他，他会来骂你。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怎么总是维护他？张远，我好像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未婚妻。还有，我今天叫你过来，也是为了跟你说退婚的事。可是我们的婚事是双方父母决定的，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还是说因为这个贱人，你要跟我退婚？张远，我自己的事情由我自己决定，你再不离开，别怪我不客气。方池，我还不快滚！臭，给我等着！哎，小陈，给你3分钟时间，给我放池子。该说的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我们没什么好谈。你要敢再上前，我喊人了。你也不想在这种地方丢脸吧？小陈，你一定要做到这么绝吗？你有没有想过，凭着顾家的势力，为什么会选择毫无发展前景的江家？选你作为联姻对象，这次机会也是我求来的，你真的一点不珍惜吗？抱歉，是我辜负了你的心意。我们不合适，我们以后私下不要见面了。我怕我老公误会。什么？公司财务纰漏？你等着，我马上回来。江城，我是不会放弃你的，总有一天我会得到你。秦年，喂，玉楠，刚真的看到秦年了，就是一转身就不见了。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儿。哦，不好意思，被伤到吧？不知道这里是高级餐厅吗？在这儿跑来跑去的，你爸妈没有教过你吗？一点教养都没有。这位小姐，我刚才已经道过歉了，没必要说话这么难听吧？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敢这么和我说话？你什么身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发生什么事啊？电话怎么断了？碰到一个无理的女人。小崽子，你认识这个女人？哦，不认识。我刚刚真的看到秦年了，他最近把公司的事儿都丢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快了，你放心。奇怪，顾婷接个电话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 문득 생각이 나면 또 한 번 보고 싶다 전할까 부는 바람에 편지를 적어 당신 곁으로 怎么了？没事，这是抱抱。我要喘不过气了。我刚才碰到顾方池了。 他说联姻的机会是他求来的，还说我不识好歹要退婚，还动手。他欺负你了？没有，我怕他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赶紧走了。没事，以后遇到他。哎，方总监，您出差回来了，您辛苦了。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这上班啊。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这样和方总监说话？总监，怎么很意外吗？既然在集团工作，那就好好上班。毕竟 L 们集团不养闲人。方总监说的是，早知道是上司，我昨天就忍忍了，得罪他了。方总监，我和江澄是大学同学，她呀就是个狐妹子。当初在学校她风评就很不好，现在结婚了，还在外面和男人勾三搭四。看，他怎么和江澄在一起？这照片哪来的？江澄的朋友圈，翻。这个女人来公司一定是为了勾引婷年，我绝不能让她得逞。江澄，我查过了，景大校招上根本没有。说吧，你用了什么手段让婷年放你进来？方总监，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怎么？难道你不是靠着床上的手段让婷年破格录取？方总监，你真是好笑。首先，我不认识你说的婷年；其次，我是通过面试来的公司上班。还有，你平时就是这么诋毁老板的。我可是听说你已经结婚了，你丈夫知道你这么不要脸吗？我身边没有其他异性，而且我跟我老公感情很好。谢谢总监关心。有事吗？今年我们设计部新来的实习生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景大的名额只有1个，他又是怎么进来的？景大的这次校招，江澄的个人作品极为出色，是个不可多得人才，你让人安排下。放心，这点小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在质疑？不是，今年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那个江澄人品不好。听说他在结婚前和司机偷情，被人撞破之后被顾家解除婚约。我只担心这样的人招进公司只会。LM 集团招的是设计师，我招江澄完全是因为设计。青年，你认识江澄？认不认识有必要告诉你吗？你还有其他事吗？没事的话可以下去。青年，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上次你就拒绝我，这次我叫上江玉楠。我晚上回去。不停，我下班想回家拿点东西，晚上会回来的晚一点，你不用等我。好，如果太晚的话就打电话给我，我过去接你。婷年跟别的女人同居了，对他说话还那么温柔。那就聚一聚吧。好，我今晚定好位置喊你。今晚一定不会让婷年逃出我的手心。我看你们啊是真喜欢这些珠宝首饰，才拿出来和你们分享的。给你们挑几件喜欢的，拿去吧。行，钻石的给我，高级。我喜欢这翡翠的，看着就特贵气。喜欢就好。抱歉，这位夫人，这些首饰你们今天不能带走。我们大人在这说话，你不要不懂事。更何况现在我才是江家的女主人，我要做什么没资格管。这些珠宝是我母亲私人所有，这是设计专利证书，其他人无权决定。江太太，你耍我们玩是吧？你先处理好家事吧。你这个有良师没良养的东西，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育教育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了。今年我们好久没有好好喝一杯了，今天工作上的事是出来以后就不要谈工作了，我接个电话。今年这一杯我敬你。今年我不是故意的。够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今年怎么不要走好不好？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心意，你难道还不清楚吗？以后让我照顾你，好不好？方如，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把重心放工作上。教育我，
你还不配！来人呐，把他给我摁住！我今天倒要你们看看，放手！我有没有资格管你了？放手！你看清楚了吗？我是这个家的大小姐。早就被赶出去了。你以为老爷子的生日宴上，我又话你几句，你就又成为江家的大小姐了？我告诉你，江家的大小姐只能是江源。小三生的女儿永远都名不正言不顺。江城，这一巴掌我早就想扇你了。你如今什么都不是，有什么好嚣张的？这次回来还跟我抢东西，你凭什么？徐秀儿，那是你的东西吗？那都是属于我妈妈的东西，我不会便宜你，而且这一巴掌会记着。还嘴硬，看来是我教训的不够。你要干什么？江城，你这张脸我早就看得不顺眼了。你说我要是毁了你这张脸，钟宁他会不会怪我呢？徐秀儿，你敢动一下试试？小贱人，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吗？你在做什么呢？钟宁啊，我原本是约了几个太太在这聊天的，可他一回来就把人赶走了。这几个太太都是和我们有合作的，他如今落了人家面子，以后这生意啊可就难做了。是你在卖我妈妈首饰，我只不过说了几句实话。闭嘴！江城啊，你能不能少给我添点乱子啊？他们都是江家的重要客户。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解释什么？你妈留下的这些东西，只要对江氏发展有利，就应该贡献出来。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这都是我妈妈的心血。你别说了，今天的事儿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赶紧走吧。哎，谢谢。你怎么在这里？我不想江源，我是来江家退婚的。但如果联姻对象是你，可以重新考虑。抱歉，我做不到。而且我跟你说过，我已经结婚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机会。江辰，你可以离开那个男人，重新选择跟我在一起。我不在意你结过婚。你所谓的回家，难道就是和顾方池见面吗？顾方池，你疯了吧？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是，我是疯了，都是你逼的。当初你要是跟我订婚，就不会有后面那些事儿了。真是个疯子，我对你已经无话可说了。以后我们不要见面了，免得别人误会。顾婷，今天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手机关机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今天去见了谁？我今天就在家，谁都没见。那顾方池是怎么回事？我跟顾方池在家门口碰上的，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是吗？手都牵了，你当我是瞎子吗？你今天去江家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是你怀疑我跟顾方池有什么？是，我是去江家了，我都看见了，你让我怎么信你？朝夕相处这么好，他居然对我没有信任，我信也罢。让开我！你喝酒了，还是陪女人喝的？你身上有香水味。是啊，我是喝酒，工作上要求的，有什么问题吗？喝酒需要靠得那么近吗？顾婷，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去讲讲都发生了什么？你凭什么怀疑我跟顾方池的关系？你个混蛋！我再也不要理你了。江城，干什么？不要管我，去找你的合作伙伴。要离家出走也是我离家出走，拿着。查一下，今天江辰在江家发生什么？上班时间发呆，不想干就去人事报离职。抱歉，方总监，我状态不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大家工作了一上午也累了，你下楼去给大家买点饮料。我刚才去茶水间看了，饮料还有很多。让你去就去，哪那么多废话？
既然方总监都发话了，我作为新人，确实应该请大家。江城是新人，好好利用起来。江城，你居然敢抄袭别人的设计图！方总监，我没有抄袭，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交出来的设计图和白晴晴交的一样？这不是抄袭是什么？江城，在警大的时候你就处处针对我，现在出来工作了，你竟然还敢偷我的作品，像你这种人就不配待在 LM。白晴晴，你说我抄袭你的设计图，有什么证据吗？就凭我的设计图比你早一天交，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个设计图是我熬了几天改出来的，你凭什么说是你的？够了，江城，现在证据就摆在你的面前，你还狡辩什么？你被辞退了。小嫂子被人欺负了。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小两口儿这吵架了，小嫂子被指抄袭，现在方如扬言要把她开除，真的不过去看看？同样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我没有抄袭，你凭什么开除我？那你倒是把证据拿出来呀！像你这种女人，除了偷鸡摸狗，还会做什么呢？白晴晴，注意你的言辞。哦，我说错了吗？当初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手段进到 LM， 结了婚还不知检点，真是不知羞耻。这是我的私人感情，和你有关系吗？有这个功夫多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就你这个水平，能设计出来？闭嘴，江城！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到时候有你好哭的，你就等着被封杀吧。那我要是拿出来了呢？你给我低头道歉。好呀，那我倒是很好奇，你能拿出什么证据来？别愣着啊！我看你呀，就是没有。不是你设计陷害我，我这个人向来防备心重，所以在电脑面前装了摄像头。你说你做什么不好，非得偷人东西，是我吗？你就偷。不是我。懂得反击，他也没我想的那么笨。不是不在意小嫂子的死活吗？怎么还是舍得来了？我还有会要开，这里交给你处理。现在抄袭的人已经抓到了。方总监，不要开除我，我可以给江城道歉的。方总监，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要开除我，方总监。是谁那么大胆子，敢抄袭他人的作品？是不把我 LM 放在眼里吗？你怎么来了？自然是处理公事。你被开除了，另外通知下去，以后谁要是敢录用他，就是跟我 LM 作对。方总监，你帮帮我，方总监。哎，快滚！方总监，以后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别太鲁莽，免得冤枉了好人。更何况江城是我的朋友，以后他在公司有事，我可就找你的。江城是你朋友？你认真的？这还能有假？你是江城的直属领导，以后他在公司有事，我可就找你。江城，以后在公司有事直接找我，我答应了顾婷，会好好照顾你。虽然江玉楠和顾婷关系很好，但是对我这般维护，对他恩情也过大了吧？江总，恕我直言，你和顾婷真的只是好朋友的关系吗？当然，我还有会要开，我先走了啊。没想到你笼络人心的手段还真是高。既然这样，这几位贵宾客户以后就交给你负责。这个工作真的是交给我的？你在质疑我的决定？不敢。这几位可是公司的重点客户，没有一个是你惹得起的。你给我办好这件事。方总监，咱们设计部是真的没人了，这么重要的工作竟然交到一个新人手里。我知道你们有意见，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啊，我们江城可是江总刚认的妹妹，你们也看到了，江总让我好好关照关照她。搞不好他离家出走，正在陪工作伙伴呢。男人都是骗子。老顾，事情已经搞定了，不过你这刻意隐瞒身份在江家收集证据，就不怕小嫂子知道了讨厌你？我不会让她讨厌我的。
对了，你上次让我调查的事情有进展吗？那天徐秀婉变卖小嫂子母亲的遗物，两人起了争执，小嫂子被江家的人扔出了家门。顾方池和小嫂子的相遇，纯是偶然。原来那天是误会。江城是新人，为什么安排他去见客户？找几个人盯着，别让他出事了。哎，等一等，帮我准备一束花。江城去见你的客户，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刚刚得到消息，小嫂子这次见的客户原本是李总，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变成了顾方池。好，我知道了。顾方池，怎么会是你？江城，你这业绩不想要啊？你也是个成年人了，能不能不要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我卑劣？你们江家随随便便找个女人来跟我订婚，把我当猴耍呀？我对你的感情就这样视而不见？对你的感情我真的很抱歉，你别再纠缠我了。抱歉，江城，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江城，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没有，从来没有，而且我又跟你不熟。你的未婚妻是江远。江城，我说过了，我不喜欢江远，我喜欢的人是你。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顾婷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少看这个人，一来也没有。顾婷，小郑，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喂，查出江城位置，快！你笑啊！今天越挣扎，我就越兴奋。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出什么事了？叫私人医生去我家里。另外，既然他这么不安分，就让他在医院多待会儿。这不好吧？不管怎么说，这顾方池也是你的侄子，你这还没回到顾家呢，就让顾老爷子知道你对他动手。顾家我都不放在眼里，顾方池算什么东西？处理一下。医生，情况怎么样？夫人没什么大碍，这段时间多注意休息。好。顾婷，他还活着吗？放心，好好休息吧，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还好吗？程程，我没有别的女人，那天是酒水洒在我身上，他凑过来才沾上了香水味。很抱歉，那天还误会了你，你愿意原谅我吧？那天是我不对，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解释，就觉得你背叛了我。是我做的不对先。可是我把顾方池打伤了，他不会来报复我们吧？放心吧，一切有江玉楠帮我们承认。江玉楠？所以昨天晚上包厢也是他？是妈妈的遗物，一样都没少。你怎么做到的？江玉楠，又是江玉楠。如果是救命恩人的关系，恩情都已经还清了吧？顾婷，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在想什么？没什么。你这张脸可藏不住心事啊。对了，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平安符，带在身上，保你平安。你妈妈给你的，我不能要。傻瓜，只有你平安无事，我才心安呢。江城，你怎么做的事？昨天让你见的客户对公司特别重要，你不仅把事情搞砸了，还把人打了。方总监，昨天事出有因，我不得已才动手的。
客户就是上帝，你忍一下怎么了？客户指明让你去道歉，你收拾一下，赶紧去吧。我不会去的。你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你就该去。方总监，昨天是他对我图谋不轨在先，我为什么要道歉？大家都去见个客户，怎么我们就没事儿，就你一个人被调戏了？方总监，我看是他自己想勾引客户，结果事情败露了就倒打一耙，说不定当初是靠手段上的公司呢。你胡说！有证据吗？他就胡说了。我可以证明，刚刚江城说的是真的。江总，江城昨天见客户把人打了，这可不是小事儿。那按照你的意思，我公司的员工就活该被人打了？江总，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昨天江城一个人去的，谁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想逃脱责任而撒谎了？昨天我就在现场，要是我不在场，事情发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来负责吗？行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以后谁都不准再提。江城可是董事长召进来的，要是再敢私下议论他，就别怪我不客气。行了，好好工作，都散了。江总，刚刚谢谢你。小嫂子，你在公司受了欺负，可一定要告诉我，顾婷可会怪我没照顾好你的。放心吧，一切有江玉楠帮我们撑着。所以昨天晚上包厢也是他。以后有事儿啊，直接找我。江总，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你每一次都出现的这么凑巧？我记得设计部离你办公室挺远的。凑巧吗？倒不如说是缘分吧。以后有事儿啊，直接上顶楼找我，我一般都在那儿。我可是很期待小嫂子和老公能在顶楼偶遇呢。站住！方石在医院的事儿是你叫人去做的？是我做的。混账！一个女人也值得你对亲侄子下狠手？连你我都不认，顾方池算我什么侄子？我警告你，如果你敢触碰我的底线，我不介意让顾家早日覆灭。你个逆子，你迟早要把我给气死！江城，你不是已经取消和顾方池的婚约了吗？为什么还要来勾引他？与其找我兴师问罪，不如你去问问顾方池对我做了什么。呸！真够不要脸的！要不是你勾引他，他怎么可能一直找你？听说顾方池跟你退婚了，所以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来质问我？这里是 LM 集团，不是你发疯的地方。有本事答应爷爷的生日聚会，你和那个废物老公都别来。你说不去就不去，我偏去。江小姐，是什么？我是 LM 设计部总监江城的上司。我知道你一直和江城不和，如果你想对付他，那就上车吧，我们好好谈谈。顾婷，她怎么来 LM 集团了？在想什么呢？顾婷，我今天在 LM 集团门口看到你跟江玉楠在一起了，你去那里干什么？他买了一些新茶，请我过去试试。是这样吗？要不明天晚上他也请你吃吃？不了，我不爱喝茶。明明他看起来更像是江玉楠的老板。好啦，别胡思乱想了，明天还要上班，早点休息。程程，我不是故意想骗你，而是我查到了一些不好的线索，不能让你知道。对了，爷爷给我发消息了，你陪我一起去他生日宴吧。好，我陪你去。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祸害呀？对顾方池下这么重的手，顾家是你能惹得起的吗？爸，你怎么这么说我？分明是他对我图谋不轨在先。闭嘴！还强词夺理，江家因此受到牵连，你给我等着！江家不会有事，你们不要怪程程。你说没事就没事，你算什么东西？哎，我不是说过吗？不许放他们进来，是谁违背我的意思？是我让程程回来的。
他不是那种人，而且他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爷爷，我就知道你会相信我的。今天晚上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我已经决定把公司交给晨晨打理。爸，你这什么意思？江晨能管理好公司，不能交给他管理啊？你是不是糊涂了？是啊，爸，这些年都是圆圆在打理公司，她比江城更合适。爷爷，我觉得爸爸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愿意一试，万一成功了呢？看你呀，还是放弃吧，把机会呀留给圆圆。爷爷，有人给我发了一张姐姐的照片，你们还是看看自己决定吧。天哪，这不是江城吗？你都已经和顾婷结婚了，你怎么还敢去勾引顾方池啊？你这么做是想让我们圆圆被人笑话吗？不，这照片上的人不是我，顾婷，照片上的人不是我，你要相信我。这照片上的人不是你，还能是谁？我知道你厌恶我，可是你这样做会害了我的。爸，你看看，这就是你亲手选的接班人，如此狠毒的心思，能配得上接手公司？晨晨，你可真糊涂了。爷爷，照片是经过合成的，程程和顾方池没有任何关系。你光说是合成的，你能拿出证据来吗？程程胳膊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就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照片上的人不是他。笑话，江晨是我亲生的女儿，我会不知道她身上有块胎记？姐姐，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是现在公司属于上升期，一旦有人将这个照片泄露，我们就完了。如果我能够证明照片上的人不是我，那对于我接管公司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吗？那拿出证据啊！肯定是提前做好的，假的，假的！江先生连自己亲女儿身上有一块胎记都不知道，你还真是一个好爸爸呀！行了，还是闹得不够大吗？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了，以后就不要再说了。爸，反正呢，我还是不同意把公司交给江晨。江晨没有资格，难道你有？不如我给大家看一些你私下来做的东西。爷爷，你呢？栗子，看看你做的好事。你背着爷爷把程程母亲送给他的股份转移到自己名下，你敢调查我？你有把爷爷这个一家之主放在眼里吗？你这个畜生，竟然私自转移股份，这么做，你对得起陈家的母亲吗？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闭嘴！你把股份还给陈晨，这不是你能拿的。哼，把股份还给他可以，但是要接管公司，那必须靠实力。现在公司正在洽谈一个项目，如果他能谈下来，那这件事情我就不再追究了。行，我答应你。期限5天，你要是谈不下来，可别后悔。咱们走吧。爸，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样做，我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我的乖女儿啊，这个项目呀，很难谈下来的啊！我有十足的把握，就凭他，哼，不可能的。那就好，反正这江家的一切都是我。顾婷，公司这一次对接的甲方是刘总，听说从他手上拿下项目非常难，怪不得我爸爸会那么爽快的答应我。原来他早有打算，就是想看我出丑。其实这件事情也不难，我们只要找对刘总的喜好，然后找机会接近。我听闻刘总喜欢欣赏画廊的画，我要是能寻来一幅，一定有机会跟他谈话。只是锦城的画展已经不对外出售他的画，看来我只能亲自去找他，看他能不能卖我一幅。
方总监，你刚刚那是什么表情？江城，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得多了。想凭着这张脸蛋接近话痨，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你想多了，我只是来找话痨买画。买画，就凭你也配和我争？您就是方小姐吧？华先生特地吩咐过了，您今天会来拜访。对，我有些事找话痨。这个女人在门口鬼鬼祟祟，偷拍一些不该拍的东西，把她的包抢过来，好好搜一下。这位小姐看起来不像你说的那种人啊。坏人会把坏人2个字写在脸上吗？你不搜，我来。他的平安符怎么会在你这儿？从哪偷的？我听不懂你说什么。这是我老公给我的。还敢说他是你老公？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连他的东西都敢偷。我现在就打电话，你就准备在牢里待一辈子吧。你报警吧，我没有偷，有什么好怕的？不好了，小嫂子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小嫂子去了华老那里，没想到碰上了方如，两人吵了起来。方如就打电话报了警，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事到临头还敢狡辩？走，跟我去警局。放开我！你还好吗？她是谁？你们是什么关系？她是我的妻子，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她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妻子？她是我的妻子，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她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妻子？我知道，你从大学起就一直喜欢她，但他俩现在已经结婚了，你还是放弃吧。我警告你，她是我的妻子，谁要敢动她一根头发，别怪我对她不客气。我不相信，你是骗我的，对不对？我还有事，这里交给你，放下。这怎么回事？秦年怎么可能会娶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方如，老郭的性子你也是知道的，他既然选择了江城，他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是简简单单说说而已的。我不相信，我是不会放弃秦年的。至于那个女人，她一定是有了什么手段勾引秦年。顾婷，我今天没有见到话痨，还跟人吵起来了。他非说你送我的平安符是我偷的。平安符都长一个样，可能是他看错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和方总监认识的。不过，顾婷，以你的身份，你怎么认识这么多人物啊？大家都是一个大学的，但是他们家境比我好，毕业之后就是我混得最差的。原来是这样，只不过我今天下午约了刘总，我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啊？你先去找刘总，我会去找江玉楠问问能不能联系到华总。江小姐，江氏的项目我一向不太看好，我觉得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刘总，我是诚心想和您合作的，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方程，你就是这样谈生意的，两手空空的来，好意思吗？刘总您好，我是江氏的总监，听闻您喜欢画了的画，特意寻来一幅，请您过目。这只是我的一点诚意，等咱们合作之后，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这幅画一直都是我想收藏的画楼那幅作品，敢问江小姐从何处寻来？锦城的画展没有一家对外出手画楼的画，你这是哪来的？这是圆圆呐，费尽心思寻来的。我劝你呀，还是放弃吧。市场上真假混卖，你们验过就敢说出自华老之手？这幅画确实出自华老。姐姐，等我接管公司以后，大不了分你个股东做做，咱别因为这事儿耽误了姐妹情谊。江小姐，我一直以为你是诚心跟我合作，没想到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合作伙伴。像你这样，我刘某人高攀不起。刘总，其实江城今天也为你准备了一幅画廊的作品。
凭江城现在的人脉和背景，怎么可能搞到真迹？这话该不会是假的吧？是真是假，还轮不到你来评定。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叫鉴定师来鉴定。张二小姐，这幅画确实出自画廊。怎么可能？你确定吗？千真万确。张然，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就算是真的又如何？我手上的这幅可是画廊的最新画作，市场上可买不到呢。刘总，这幅春夏图可是圆圆呐费尽心思寻来的。您看这次合作不错，江总，合作的事儿我可以考虑一下。非常感谢您的赏识啊！我这大女儿啊不懂事儿啊，你不会因为她而质疑我们江家的人品？是谁人品有问题，自己心里最清楚。这次的合作我们势在必得，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怎么听到有人在谈论我的作品？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华老吧？我姐姐为了讨好刘总，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来了一幅您的画。圆圆，好歹江城啊是你姐姐，你这么说她，让画廊怎么看呢？我记得锦城所有的画展已经没有售卖我的画，不知这位小姐是何处买的？我是通过朋友介绍，从其他的渠道获得的。这幅春夏图的确是我的最新作品，它比以往的作品市场值会比较高的。我的好姐姐，画廊的话你听清楚了吗？我劝你还是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是又怎么样？不过你就能确定这次你一定赢定了。你别得意，这次我们赢定了。等你赢定了再说吧，现在还为时尚早。不过我的这幅画还没有完稿，这位小姐你又是如何寻到的？圆圆，这怎么可能？你不是说这幅画也是费尽心思才寻来的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画廊，你是不是记错了？这是我的作品，我还能记错不成？说，这画是从何而来？妹妹，就算你想拿下这次项目，也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你偷盗行为是犯法的。闭嘴！这不是我偷的，你们肯定收买了画廊，联合起来一起欺负我。你说这话是在质疑我吗？圆圆，闭嘴！爸，你当然不知道了，因为这幅画就是你派人偷来的，你说是吧，江二小姐？没有，怎么可能？我没有偷。错了就错了，赶紧向画廊道歉。画廊，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偷盗可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得了的，后续相关问题我会让我的律师跟你谈。江总，我觉得这次合作更适合江大小姐。刘总，这次的事啊是个误会，还是给我们一次机会吧？误会？你们连最基本的人品都有问题，还怎么合作？请回吧。不好意思了吧，这次项目还是被我拿下了，您还是赶紧离开吧，免得丢人现眼。江城，这次的事儿我跟你没完，你给我等着。江城，这次算你走运，下次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不用在乎他们怎么做，你还有我。刘总，期待与您的下次合作。江小姐才华出众，看来江氏后继有人了。刘总过奖了，您慢走。顾婷，这一次终于拿下了这个项目，回去看他们怎么说。不过这次事情一过，恐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你以后要注意点，别被他们算计了。有你在，不会有事的。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帮了我这么多。不辛苦，而且你是我老婆，我不帮你帮谁呢？顾婷，能嫁给你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今天召集股东开会，是为了宣布一件事：以后公司的一切事务，我都将交由我的孙女儿江城来打理。董事长，江大小姐从来没有插手过公司的事，你将公司交给她，是否过于草率了些？是啊，要我看的话，还是江二小姐
更适合接管公司，毕竟大家都看在眼里他的能力。我知道，大家心理上都有些疑惑，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给他一次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我手上的文件是昨天从刘总手上拿下的项目，还请各位过目。不错不错，江大小姐能把刘氏的项目拿下。看来大家对江城接管公司一事没有什么异议了吧？既然如此，我现在宣布，姐姐，我觉得以你的实力来看，并没有资格接管公司。江远，你来干什么？你昨天已经输了。各位，这是我昨天谈下的项目，价值2个亿，以金额来定输赢。这次我赢定了。圆圆的实力大家都看到了，相比于什么都不懂的江城接手公司，爸，你觉得呢？爸，我们那天说好的，只要我能拿下刘氏的项目，你就不会反对我管理公司。我觉得呀，不仅我个人，还有各位股东，他们更希望一个更有实力的人接管公司。比起圆圆手里的项目，你那点又算什么呢？不管怎么说，公司的利益理应排在第一位。江二小姐的项目会更好。江二小姐经验丰富，我觉得比大小姐更适合坐这个位置。江城是江家的嫡女，无论怎么说，这个位置都应该是她来做的。至于江源，你依旧是公司的总监。爷爷，姐姐退婚之后风评一直不好，我担心她上位会对公司造成影响。爸，但是也得有公司的利益考虑吧。爷爷，不想让你为难，这一次竞争，我退出。拿不下大的项目，你早就该退出了。你来做什么？这里是江氏，来人，把他赶出去，他没有资格参加股东大会。今天你走得太早了，把合同落家里去。你知道伪造故事合同是什么罪吗？当然。是真是假，看一下不就知道了。既然知道后果，还敢这样？看清楚了，这可是10个亿的项目。这不可能，顾氏的项目一向很难拿下，你怎么这么轻易的就给拿下了？说实话，你使用了什么手段？这就是程澈的实力，不需要任何手段。10个亿，怎么可能？倒是江二小姐，那2个亿合同是靠你自己实力拿下的。当然是了。不就谈那个10亿的项目嘛，有什么得意的？今天失去的，总有一天我会全部拿回来。顾婷，谢谢你又帮了我。没事，江玉楠帮的。那你替我谢谢他。好。每次他都出现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以后我会全心全意相信他。江源手里那幅画是你帮他弄到手的吧？还有项目合作的事情也是你帮的忙吧？青年，你说什么呢？我怎么没有听懂？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青年，我只是太喜欢你了，才会一时冲动犯了错，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念在你为 LM 公司多年效力的份上，这次就先饶过你，再如果有下次，绝不轻饶。以后不是工作上的事情，不准进我办公室，出去。我努力了这么多年，绝不会就这么算了。明天顾氏的晚宴，你组好局，我要约个人。顾天，有机会我们请张玉楠来家里吃饭吧，他帮我们挺多的。那我呢？你怎么感谢我？你想我怎么谢谢你呢？用美人计谢我。Love to sacrifice, but that amount of time
你不愿意，不强迫你。There's no time like the present. Show me love to live the moment. There's no time like the present. Show me love to live the moment. There's no time like the present. Show me love. 他真的好帅呀！一大早就偷看我，是不是还想再来一次？别闹了，一会儿还要上班呢。那好吧。顾婷，自从跟你结婚，我觉得越来越安心了。真的吗？那至少证明我不是他们口中的废物司机了。我不许你说自己是废物，你在我心中是最好的。方总监年轻有为，又是顾廷年身边的得力助手之一。我要是个男人呀，也会为之心动的。是啊，方总监，这偌大的锦城，除了您以外，没人能配得上顾廷年。以后要是结婚了，就一定要叫上咱们俩。和廷年还早呢。她是谁呀？这是哪家的千金啊？那么漂亮，还这么有气质。江城，我记得今天的晚宴并没有邀请普通员工，你又是怎么进来的？方总监，我能进来，当然是 LM 公司邀请的。怎么可能？你是什么身份 ？LM 怎么可能会给你送邀请函？老实交代吧，你又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有人给你送邀请函？这里是顾氏晚宴，你说话给我注意一点。行啊，那你说说是谁给你送的邀请函？江城的邀请函是我派人送过去的。江总，今天可是 LM 集团的晚宴，就算你和江城是朋友，也不好这么做吧？你让大家怎么看待我们公司？方总监，你误会了，我和江总虽说是朋友，但不代表任何事情我都需要他的帮衬。江城，你当初是凭什么样的手段进入我们公司的，你自己心里清楚。够了，方总监，江城是江氏新上任的副总裁，况且他还是 LM 的合作伙伴，你说他为什么没有资格来晚宴？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是江氏新上任的副总裁？那10个亿的项目竟然被你拿下了。方总监，没能如你所愿，让你失望了。江城，别以为你成为了江氏的副总裁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可是记得你结婚后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像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女人，凭什么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你别乱说，我的确结婚了，但我从来没有做对不起我老公的事。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顾大少，你进来吧。程程，你一直给我模糊的答案，难道是对我余情未了？顾方池，你在瞎说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因为失身有了那家司机，所以才结婚的。江城，顾大少已经把真相说出来了。你说你不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方如，江总，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分寸，别太过分了。江城，你如果诚心的向我示好，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顾方池，我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方总监，你说的没错，我是嫁给了自家司机，但我和他在一起后，他对我无微不至，我并没有后悔嫁给他。江城，你这样践踏我的感情，凭什么？程胜的爱，你也配得到？程胜的爱，你也配得到？没事吗？没事，你怎么来了？我不来，就被别人给欺负了。少说，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些事情以后回去再跟你解释了。程胜是我的女人，你还看不出来吗？不可能！少说，你一定在跟我开玩笑吧？这才是我看中的女人啊！你看我的样子像是跟你开玩笑吗？还站在这里，还嫌给顾家丢人丢的不够吗？滚！
今年，这怎么回事？江城怎么可能是你的女人？江城就是一狐狸精，他就是看你是 M&M 集团的总裁，他才勾引你的，你怎么能被他骗了呢？顾廷年，勾引？程程本来就是我的妻子，何来勾引说？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废物司机，怎么很意外？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今年在骗我，对不对？你说话呀！方主，你认清点现实吧。今年和江城已经结婚。方如，接下来公司招标会的事情交给江玉楠，我对你太失望。谁要所属的我实权？你这不是这样的，你误会我了。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而已。这么多年，我对你的情谊一直一样，你居然就为了这个女人这样对我吗？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对你没有任何感觉。明，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不会放弃你的。顾田，不对，应该说是顾廷年。你不是说过你不会欺骗我的吗？哲哲，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欺骗你。够了！你骗我的还少吗？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努力为了生活的普通人，没想到到头来，我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子。我真的不是故意欺骗你的，我这是迫不得已。你听我解释。你可是顾廷年，L&M 集团的董事长，你能有什么苦衷？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还是说在你们权贵眼里，我只是一个玩物？哲哲，我没有欺骗你的感情，我对你是真心的，你难道看不出我的真心吗？真心？这个是你隐瞒身份的原因吗？顾廷年，我对你太失望了。哲哲，别碰我！你别跟过来，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样。江晨，爸，你现在立马回家一趟，我有事要跟你说。强势传让术。爸，你什么意思？江晨，凭你的能力是接管不了公司的，赶紧签字吧，别不识好歹。不可能，公司是你爹亲手交给我的，我绝对不会交给你们。老爷子年纪大了，一时糊涂才把公司交给你了。在我们没有动手之前，还是乖乖把公司交出来吧。你们想干什么？不怕爷爷知道吗？你以为有老爷子做靠山，你就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吗？我告诉你，老爷子已经被我们送去了疗养院，这段时间都不会回来了。爷爷为什么在疗养院？你们把他怎么样了？放心，我还没有丧心病狂到那种地步。如果你不交出公司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乖乖签字的。不可能，我绝不会签的。老顾，我已经查到了，小嫂子现在在江家。江家，派人看着，在我赶过之前，别让她出事。你还是赶紧告诉小嫂子身世的真相吧，她一直被蒙在鼓里，只会被江家人拿捏。好，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江晨，你想要你妈的骨灰，赶紧签字吧。你还是人吗？这里面是你妻子，你居然为了利益用我妈的骨灰威胁我，我可是你亲生女儿呀！你算我哪门子女儿了？我娶你妈，那是因为她手上的财产，要不然谁会娶一个怀了别人野种的女人进门？
原来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告诉我？那是老爷子啊，不让我们告诉你啊。现在好啊，你有什么资格接管江氏？哼，就凭你一个野种的血脉。就算我不是江家人，但是公司是爷爷亲手交到我手上的，要我交给你们，死了这条心吧。既然如此，那好吧，连你妈的骨灰一同不要了。你们想干什么？不要动我妈的骨灰！江城，没想到啊，你也有今天啊！你想要你妈的骨灰？好啊，那就去地上捡吧。不要！求求你不要走！不要！求求你不要走！徐仲晚，我要杀了你！那个疯女人，给我拉开！滚开！ 他们为了拿回江氏的大力权，用我妈的骨灰威胁我，我不同意，就把妈的骨灰给撒了。这么做，后悔吗？后悔？不听！哼，你这一辈子翻不了身的废物，我凭什么后悔？好，会让你们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跪下来求我。绝对不会有这么一天。来人，把我赶出去！走。从今以后，不许他们再进这个家门。嘿，自己会走。程程，我来晚了一步。陆婷，年，这么多年来，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们不待见我的原因。我不是江家的人。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对不起啊。我不怪你，今天我太冲动了，说了很多伤人的话。只要你不怪我，其他的一切我都不在意。明天开始，我要好好准备下周的招标会，我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让江家人付出代价。招标会快开始了，你还来公司做什么？是想来偷走招标文件是？不是谁都像你想的那么龌龊的，我是来见我老公的。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勾引了提年，但我一定会想办法拆穿你，让提年看清你的真面目。提年会选择跟我结婚，一定有他的原因。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好狗不挡道，让开。这个女人压根不配站在提年身边，我一定要想办法让提年和这个女人离婚。顾爷爷，提年居然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结婚了。我有份文件落在上面了，你在这等我一下。快走！你就是江城？你是谁？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是顾廷年的父亲。我听说你和顾廷年已经结婚了。是，我和提年已经领了结婚证了。说吧，每一个靠近他的女人，都是为了那几个钱。开个价，要多少钱才能从顾廷年的身边离开？我是不会离开他的，也不需要你的钱。配不上顾廷年，何况之前你和方池还有婚约，这要是传出去，成何体统啊？之前的联姻是家里安排的，我对顾方池没有感情，希望你不要阻止我和提年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顾廷年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的原因呢？当初顾廷年自降身份出现在江家，他只是为了查清他母亲去世的真相，
你不过是他利用的工具罢了。不，甜甜不是这样的人，他留在江家是有原因的，他对我的感情我都看在眼里，我不会离开他的。既然软硬不吃，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来人，江家打个招呼，立刻送江小姐出国，我看谁敢动她！我看。抱歉，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没事，还好你来了。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连我的人也敢动。我上次跟你说的话，是完全不放在眼里。我是顾家的一家之主，又是你的父亲，和什么样的女人结婚，我有权过问。顾家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你一家之主又算什么？我和什么样的女人结婚，跟你关系？你个逆子！爷，小树，爷爷再怎么说都是你的亲生父亲，你这样被传出去，只会说你顾廷年为了女人不念亲情。是又怎么样？我能让顾家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恩赐。终究是动我不该动的人。江辰，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原来是攀上我小叔这条高枝了。我和谁结婚，跟你顾大少有关系吗？你好了，车长，我们回家吧。你忘了你母亲去世的原因了吗？你没资格提我妈！你忘了你母亲去世的原因了吗？你没资格提我妈！是，当初是我把她赶出了家门，但是是他江家把你妈给撞死的。你仇家的女儿，你对得起你妈妈吗？廷年，你父亲说的是真的吗？是，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廷年，你敢说当初你没有利用江澄？够了！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班长，回家。廷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时候没到，没必要太早告诉你这一切。可我们是夫妻呀，我不应该知道吗？抱歉，一开始是我骗了你，为了调查母亲的真相，不得已利用了你。可后面的我都是真心的，请你再相信我这一次。一开始就是利用，你要我怎么相信你？还是说，我就是你复仇的工具？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复仇的工具。当年我母亲离开顾家出了车祸，肇事司机逃逸，肇事司机就是我养父江中宇。怎么会这样？真的？是我为了调查我母亲的真相，不得已才利用了你。可是后来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从来不会看低我，这也是我在江家唯一的温暖。可即便如此，你也不能骗我呀。这一点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我给你道歉，希望你能够原谅我这一次。程程，如果连你都不要我，那我就真的无处可去了。傻瓜，就算有我不要你，以你的身份和地位，还怕找不到老婆？那不一样，我要的是你。你以后再有事情瞒我，不原谅你。好，我答应了。江辰，明天的招标会你去做做样子，这个项目是你总的，你不要抢了。为什么？江氏这一次情况你也明白，项目对我们很重要。只要讨好了李总，今后好处少不了我们江氏。行了，就这么决定了。怎么了？江钟林打电话让我明天别去招标会，把项目给李总，但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明天有势在必得。好，只要是你想做的，我都支持你。哟，我还以为是谁呢？你们怎么来了？怎么，招标会就允许你来，不允许我们来？别以为自己真的接管了公司就很了不起。哼，江辰，我交代你的事情别搞砸了，要不然我让你难看。你交代我什么了？我怎么不记得？你别装糊涂，李总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要是你搞砸了，咱们江氏跟着一起完蛋。这一次招标会我一定会拿下。至于李总那边，是你答应人家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江城，怎么说
我们也是养大你的父母啊！你竟然为了利益要六亲不认你！徐阿姨，到底是谁为了利益六亲不认？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错了吗？当初江城能为了你这个废物和顾家退婚，那他现在做出这种六亲不认的事情也很正常啊！江大小姐真糊涂，为了那个司机居然和顾家配婚，真是废物。你觉得我是废物？就凭你开车这一点来说，你这辈子就是个翻不了身的废物。徐秀婉，你给我闭嘴！顾婷是怎么样的人，还不需要你来评价。你跟我急什么？难道我说他比喻不了，你心里不舒服啊？等我今天拿下项目，我看你怎么笑得出来。哟，想让我好看？行啊，那你今晚就拿出点本事来，让我说得心服口服。到时候就算让我跪下给你磕头都可以。好，这可是你说的，不要后悔。江晨，你作为一个晚辈，怎么跟徐阿姨较劲啊？这里可不是你的地盘，别给我做出这些丢人的事儿。你怎么就知道这里今后不会成为他的地盘？顾婷，过去这么久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死要面子。这里可是顾青莲的地盘，你敢说出这种话？哎，我看你是活腻了吧？我既然敢说出这个话，那就证明我自然是有这个本事。你别说笑话了，今晚顾青莲就会出席招标会，我劝你还是收敛着点儿，别被人抓了什么把柄，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是吗？但我倒是希望能够被顾廷年抓住把柄。顾廷，好猖狂的口气，你该不会真把自己当顾家人了吧？怎么，不可以吗？顾廷，别以为自己姓顾就真的是顾家人，就凭你低贱的出身，你连给顾家人提鞋都不配。小远，记住你现在说的话，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该后悔的人是你才对吧？这个废物玩意儿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爸妈，我们走。顾婷，你没事吧？没事，他们会为今天说的话付出代价的。走吧。今晚的中标者将会是 AM 集团本次项目的最新合作伙伴，她就是江澄，江小姐。怎么可能是你？这位小姐，本次的招标会中，唯独江小姐的标书是符合我们公司要求，况且这也是我们老板决定。您江澄怎么可能拿下这个项目？你们一定是被他收买了。这位小姐，请注意你的言辞。江澄能拿到这次项目，全靠他自己的实力，这一点我能证明。叫你们老板过来，我要跟他说清楚。我就是 LM 集团公司的老板，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你，顾婷，我知道你老板梦还没醒呢。丢人现眼的东西，幸好和我们江家断绝了关系。哼，要不然我这老脸都给丢尽了。闭嘴！顾婷说的是事实，别太过分。我的好姐姐，我知道你是用心作祟才说出这样的话，可是你也应该认清现实。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可是一点本事都没有。我有没有本事，是不是废物，自然会有人告诉你。我们现在不关心这个，江澄，我劝你乖乖的把所有的项目交出来，否则别逼我们动手。江总的意思是得不到就打算应承。哼，你既然不肯让步，那就别怪我把你抓回去关起来。来人，请大小姐回家。这里是 LM 集团，还轮不到你来放肆。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们要做什么？江总，这次这个项目不能交给江澄容易出事儿。我这是为他好啊。江总说的对不过这件事情是我老板顾廷年安排的，我可做不了。
能否见一眼这位人物啊？我当面跟他谈一谈。好啊，那你就亲自给我老板顾庭元谈吧。是。江总，顾婷就是我家一司机，他怎么可能会是？没错，我的老板就是你口中的废物司机 ，LM 集团总裁顾家长子顾庭年。看江总的表情，是对我的身份很意外。江总说的是，我呀有眼不识泰山，没有认出顾总来。顾总，这都是误会啊！您看在我把女儿嫁给的份上，这事儿啊就当没发生过啊。江总，我可清楚的记得你说过，永远不会承认我这个女婿的存在，所以你为什么要给你脸？顾总，之前呢都是我一时糊涂啊，才做出这些不可挽回的事情。顾总啊，您大人有大量，就不必跟我计较了吧？江总，您就说输的服不服？服。那我记得刚才有人说输了就要给我们下跪磕头，不知道江总还记得吗？看江总的表情很为难啊。既然江总放不下面子，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村长，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吧，我们走。哎，顾总，我怎么会忘了呢？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跟顾总、顾太太道歉！让我给这个贱蹄子下人道歉，不可能！闭嘴！你还嫌你忍的货不够多吗？给我跪下！顾总，这头也磕了，歉也道了，你看我们之间的恩怨是不是可以放下了？江总，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你敢糊弄我！江总，你可不要污蔑我呀！你们听到了吗？顾庭年，你好卑鄙啊！敢玩我！论卑鄙，我可比不过江总。你试图收买招标会人员，私下谈论招标内容，早就该死。来人，把他给我带走，交给警察。我真的错了啊！你就饶了我这次吧，叔叔，你饶了我这次吧。我的好姐姐，真的错了，这次帮我跟顾总说说好话啊！早干嘛去了？现在来求我？村长，这里事情就交给他们吧，我们走。顾庭年，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啊！哇，顾庭年简直太帅了，嫁给他一定很幸福吧？顾总，关于您和您太太，我有几个问题想采访一下。我太太今天身体不舒服，不接受任何采访。要是我能成为她那样的人就好了。之前不是听说方总监和董事长是一对吗？这一下董事长已婚的新闻都出来了，那这是不是打了方总监的脸呀？做梦都没想到江澄竟然是我们的老板娘，要不是我昨晚看新闻的时候发现可能会被一直蒙在鼓里。以公司的名义安排一场聚会，把江澄喊上，今年只能是我。至于江澄，给我提鞋都不配，又怎么配得上体面？这是我今天为你准备的爱心便当，你要全部吃完哦。哦，老婆大人的话，我当然要听了。我今天晚上要去一个聚会，然后呢，没这么早回家，等我结束给你打电话，你再来接我。好，去吧。方总监，怎么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呢？今晚的局是我做的，只有我们两个。我有事要跟你谈。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江澄，我劝你主动离开庭年。我跟庭年已经结婚了，你不会还没死心吧？你和庭年并不合适，
这偌大的锦城，只有我方如的出身配得上听你。我劝你识趣的离开他。我看在你和顾婷多年共事的份上，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用你私人想法掺和我们俩的感情。今天晚上的事，我当没有发生过，请你自重。江城，就当我求你了，你把婷年让给我，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我和婷年感情很好，我不会让步的。哎，老婆，我刚好想看到小嫂子了，她今晚也在这儿。他今天有聚会，至于去哪儿，他没告诉我。不对呀，公司有聚会，我怎么知道？我给过你机会，既然你不知道真心，那就别怪我对你下手。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说你跟其他的男人厮混，被婷年看到了，他还会要你吗？你真是个疯子！放我出去！江城，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你该乖乖的离开婷年。可是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作对呢？婷年如果知道你对我做这些，他不会放过你的。我今天既然敢这么做，就不怕被他知道。我得不到的，你们也别想得到。那你真是低估婷年对我的感情了。放手吧，方如。只要我今天把你毁掉，婷年就不会要你。夏嫂子应该不会有事的，你别太担心了。已经查清楚了，今天晚上是方如做的。你觉得按照他的性格，他会做什么？不会吧？那他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动小嫂子，还不知道，先把人找出来再说。你们两个，这个女人就赏给你们，好好玩。记得别忘了录视频。我老公是顾婷年，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吗？对，有我在你看着，出了事我担着。不要我！我给你们多少钱都可以。江城，你也有今天。滚开！程程，抱歉，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婷年，你怎么来了？好大的胆子，敢动我的女人！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小玉丹，安排下去，撤走方如职位，取消跟方家所有的合作，准备收购。婷年，你不能这么对我，今天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和方家无关，你放过方家。我已经警告过你很多次了，这次我不会再放过你。滚开！顾婷年，这么多年我对你的感心，你还不明白吗？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个女人这样对我？你这又是何苦呢？要是没有发生今天的事，你和婷年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我真后悔爱上顾婷年。婷年，我都不敢想象，如果你今天再来晚一步，会发生什么？你先没事了，程程，别怕，我先送你去医院。没什么事了，咱们早点出院吧。医生说你的脚崴了，报告还没有出，等明天确认没事了，我们再出院。啊，方如怎么样了？方如她进监狱了，后续的事情我会让律师去处理。这几年就让她在监狱里好好反省吧。这样会不会对她太残忍了？你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认识这么多年又如何？她触碰了我的底线，那么这就是她应得的。原来爱一个人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这话倒是没错，不过不能做伤害他人的事啊。这些年我提醒过他这么多次，到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给害了。还好，一切都过去了。张忠林被带走之后，江家也乱成了一锅粥。爷爷现在还在疗养院，我不想这件事情被他知道。好，只要是你想做的，都会支持你。等我出院之后，还要回一趟江家，处理江忠林留下的烂摊子。需要帮忙吗？不用，这点小事我能处理好。好，相信你。好了，时间也不早了，赶紧休息吧。好。
快睡吧。有急事儿，出来。什么事？派去盯着江家的人来消息说江源跑了。这么大一个活人都能让跑了，你们这帮人干什么吃的？已经派人去找了，但目前还没有消息。抓紧时间把人找到。以江源的性格，很有可能报复我和江城。这段时间多派人看着他。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已经在医院安排了一窝人，只要江源敢出现，马上就能抓住他。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我不希望我老婆出事。你醒了？饿不饿？还真有点。那你想吃什么？我让人去买。我想吃你做的，可以吗？那你在医院好好等着我。好，我现在就回去做。嗯。这么快就回来啦？哦，医生，不好意思，我刚还以为是我老公回来了。好久不见，江城。江源，怎么是你？江源，怎么是你？你要做什么？我当然是要你死了，江城。你说你怎么这么好运，竟有顾方池的追求，后又成了顾廷年的妻子？告诉我为什么？江源，你不要冲动，我们有话好好说。今天来就是要让你死！早餐来了。江城被带走了，赶紧查出他们的去向。江源，带我来这里做什么？没想到你也有落在我手上的一天。你说我把你带离了锦城，是不是顾廷年就永远找不到你了？你发什么疯？江家已经快完了，没有人能罩着你了，你还不快收手，还能有转机。蠢货！我和我妈都已经被赶出了江家，顾方池现在连见都不见我，你觉得我还会在意这些吗？你放了我，我会安排人送你们出国。说你蠢，你还真的蠢。我今天会动手，就已经做好了跟你同归于尽的决定。况且当年要不是你妈，这江家大小姐的位置还轮到你来做。不是我，也不会是你。闭嘴！不是我又怎样？你已经没机会了。今天我就要跟你做个了断。小袁，住手！顾廷年动作挺快嘛，不愧是锦城的1号人。你要是不想你的女人死得太难看，就站在那儿别动。我不动，你别伤害程程。顾廷年想让我放了江城，给我500万，立马送我出国。没问题。这也太便宜你们了。你还想要什么？我要你跪下。不要给他跪下，不能跪。看见没有，在性命面前，你男人还是选择尊严。好，我跪。不要！这还差不多。把钱给我拿过来。你怎么那么听他的话呀？程程，为了你，一切都值得。顾廷年，想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吗？江源，你这话什么意思？当初你妈捉奸在床，一气之下开车跑了出去，我爸怕事情败露，也追了出去，两人都出了车祸，无一幸免。说到底，还是你妈间接性害死了顾廷年的母亲呢。顾廷，他说的是真的吗？是我妈害死了你妈？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不过真正害死我母亲的人是江中林。如果不是因为他害怕逃跑，我们的母亲或许还有挽救的机会。所以害死我母亲真正的凶手是江中林。你怎么知道？你以为我这2年没有调查过你吗？想借此破坏我和程程的感情，这么做是太愚蠢了。
江源，你输了。不，我不可能输。走。顾婷，再见。娘，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你已经我来保护你。程程，程程，救护车！救护车呢？今天是 LM 公司的年会，欢迎各位员工的到来。LM 能有今天，离不开各位。今天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江澄女士登台。程程，今天是我们结婚1周年，我还欠你一场盛大的婚礼，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愿意，我非常愿意。程程，经过上一次事件，我好害怕你会离开我。别说这种傻话，我现在不是好好站在你面前了吗？你以后能不能答应我，永远在我身边？